莫迪上台后，印度发生了什么变化？印度有没有可能赶超中国？说到印度，你可能会想到神秘的瑜伽、热闹的宝莱坞电影，还有那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但你知道吗？在过去10几年里，印度的经济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飙，仿佛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在飞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印度内部却也上演着一场内耗大战，各种矛盾和斗争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禁感叹印度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的经济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在全球经济舞台上频频刷存在感。印度的 GDP 增速一度让世界瞩目，甚至有人惊呼印度经济即将迎来井喷式增长。印度股市也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全球股市中的一匹黑马，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目光。然而就在大家对印度经济充满期待的时候，印度内部的种种问题却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基础设施滞后、经济结构失衡，这些问题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印度发展的道路上，而印度政府似乎也在努力推动改革，试图打破这些枷锁。那么印度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赶超中国呢？这个问题不仅让印度人自己心痒痒，也让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观察家们争论不休。本期视频就来深入剖析一下印度的经济现状，看看莫迪上台后印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给印度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印度有没有可能赶超中国。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印度总理，结束了印度国大党长达10年的执政，也开启了印度的10年黄金时代。莫迪的政治生涯堪称一部励志传奇，他从一个低种姓家庭出身的普通人，一步步登上印度总理的宝座，并成功连任3次，成为继尼赫鲁之后印度历史上第2位实现3连任的总理。莫迪1950年出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低种姓家庭，他年轻时加入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从基层宣传干事做起，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1985年，莫迪受 RSS 指派加入印度人民党，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1988年，莫迪被任命为印度人民党古吉拉特邦秘书长，正式进入主流政治圈。此后，他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组织能力，逐步在党内崭露头角。1998年，他被时任总理瓦杰帕伊提拔为人民党全国总书记，负责多个邦的选举事务。2001年，莫迪成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并连任3届。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以高效的经济管理和亲商政策闻名，古吉拉特邦也因此成为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他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推动农业现代化，并多次访问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学习经验。这些政绩为他日后的总理竞选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莫迪被推选为印度人民党2014年总理竞选候选人。2014年5月，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莫迪正式成为印度第15任总理。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开启了印度政治的新时代。莫迪的第1个总理任期以经济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尽管期间也有争议，但他的政治得到了部分选民的认可。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再次获胜，莫迪开启了他的第2个总理任期。2024年，莫迪再次带领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开启了他的第3个总理任期。尽管印人党未能单独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联合政府的主见仍使莫迪得以继续执政。此次选举中，莫迪的对手国大党表现出色，但莫迪凭借其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就以及强大的个人魅力，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莫迪在竞选时提出了发展第一的口号，承诺通过经济改革、反腐败和改善基础设施来振兴印度经济。他的竞选策略成功吸引了广大中产阶级、年轻人和农村选民的支持。可以说，莫迪的上任标志着印度人民党的强势崛起，印度政治逐渐从国大党主导的多党竞争转向 BJP 主导的单极格局。莫迪的强势领导风格也使得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莫迪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中心。莫迪政府于2014年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旨在通过吸引外资、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该计划涵盖了汽车、电子、纺织、化工等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印度成为全球第2大手机制造国，吸引了苹果、三星等国际巨头的投资。
资。莫迪政府还推出了数字印度计划，希望通过普及互联网、推广电子政务和发展数字经济来推动社会变革。该计划让印度一举成为全球 IT 服务外包的中心，并催生了一批本土科技巨头，如印福设施和塔塔咨询服务。2017年，莫迪政府推出了商品与服务税改革，将印度各邦的复杂税制统一为单一税制。这一改革虽然短期内引发了部分企业的适应困难，但从长期来看，简化了税收体系，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莫迪执政的10年间，印度经济总量从2万亿美元飙升至3.5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大幅增加。印度的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都算得上是优等生。据相关预测，未来15年，印度经济将保持每年7%左右的增速。这种高速增长让印度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甚至连续超越俄罗斯、意大利、巴西、法国和英国，成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其次，印度股市也迎来了春天。在莫迪的推动下，印度股市连续10年保持增长，成为全球股市中的一匹黑马。这不仅让印度国内的投资者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的目光。莫迪不仅在经济上推行改革，在政治上也采取了强势的策略，其核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中央集权。莫迪及领导的 BJP 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强调印度教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一策略在印度教徒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但也引发了少数族群，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满。例如2019年通过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被批评为歧视穆斯林，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同时，莫迪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地方邦的自治权。例如，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这一举措虽然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争议。北方邦作为印度人口最多的邦，其政治动向对全国政治格局有着重要影响。莫迪在北方邦推行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如清洁印度运动和农村电气化计划，赢得了部分选民的支持。然而，北方邦也存在强烈的反对声音，尤其是来自低种姓阶层和穆斯林群体。尽管莫迪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印度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印度的农业占 GDP 比重高达 15%， 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量农村人口依赖农业生存，却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与此同时，印度的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但实际进展并不顺利。印度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次，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印度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陈旧，物流成本高昂，这不仅影响了商品的流通效率，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内部的体系斗争也从未停歇。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这种制度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悬殊，低种姓人群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面临诸多歧视，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这种社会不平等引发了频繁的社会冲突和动荡，严重影响了印度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此外，印度的宗教矛盾也十分突出。印度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宗教极端主义的存在不仅威胁到印度的社会和谐，也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印度到底要多久才能赶超中国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想要在短期内赶超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的 GDP 总量是印度的数倍，且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高端位置。中国在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其次，印度的人口红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印度的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此外，印度的人口增长也给资源、环境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过从长远来看，印度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印度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劳动力，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一优势，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同时改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升级，印度经济有望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突破。但即便如此，印度想
想要赶超中国，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据相关预测，印度可能需要到21世纪末才有可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中国。印度在莫迪上台后确实取得了一些经济发展的成果，但内部的体系斗争和诸多问题也严重制约其发展速度。印度想要赶超中国，不仅需要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还需要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未来印度能否在莫迪的领导下实现大国梦，不仅取决于莫迪政府的政策选择，也取决于印度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这头巨象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提到印度的火车运输线路，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即就会浮现出一副人满为患的景象。直到现在，印度的火车依然在向外出售挂票。于是印度为了能够尽快打造属于本国的高铁，不惜花费50亿卢比向中国订购火车车轮。可正当中国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地为印度赶制车轮时，印度政府却突然变卦了。那么印度的高铁建设之路为何会走得如此坎坷呢？印度又为何会在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同时突然变卦呢？说到印度，一定会有人谈到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而事实上，这种让人直接挂在车厢外面的乘车方式不仅会受到外界的嘲笑，就连很多印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早在本世纪初期，就有印度官员提出过要停止售卖挂票的策略，因为印度的火车挂票是完全免费的，印度政府从中收不到任何1分钱的税，乘车的人还容易遭遇交通事故。这样既不安全又不体面，也无法产生税收的乘车行为，当然应该尽快废除。但考虑到印度的穷人数量非常多，很多印度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也的确有着乘车的需求。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竞选期间，莫迪本人就曾经大肆拉拢过底层的穷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投票。到了莫迪上台之后，他自然也没有理由对火车挂票的政策出手。所以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就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印度曾经考虑过像中国一样在境内大建高铁，不得不说，印度人的这个想法还是较为美好的。只要让一部分人去坐高铁，然后将高铁运营的收益拿一部分出来补贴普通火车的运输业务，不久之后就可以把普通火车的座位价格打下来，底层的穷苦人也就能坐得上火车了。可是现实却狠狠地给印度政府上了一课。印度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但印度至今依然维持着规模庞大的低端制造业。印度工人生产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基础工业品，稍微让他们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印度的工厂就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印度每年还是必须向外国进口涉及到国防军工、科技研究等领域的高精尖产品，因为印度国内的工厂实在是做不出来。即便印度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和力气，印度的工厂和研发部门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目标。思来想去之下，印度只得将建设高铁的任务分批外包了出去。只要在产品建好之后，印度政府为产品打上一个本国生产的标签，就足以欺骗普通的民众了。至于国外舆论怎么议论印度政府的各种行为，印度的官员们倒是不在乎的，反正只要到手的产品好用、堪用就行。于是，印度从德国进口了高铁车厢，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进口了高铁的零部件，最终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并准备花费50亿卢比，请中国帮印度代工制作一批高铁使用的火车车轮。早在几年之前，印度就开始筹划向中国进口货车车轮产品的计划了。为此，印度的铁道部更是一口气与中国拟定了一份价值50亿卢比的合同。可正当中国的工人在加班加点地为印度生产火车车轮时，印度却突然告诉中国的合作方，他们并不想在合同上签字，因为有人出的价格比中国厂家更加便宜。这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就是乌克兰。由于乌克兰承接了苏联时期的大多数重工业设备和工厂，其生产出的火车车轮与印度的铁轨也较为匹配，所以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之后，印度最终决定将这笔订单交给乌克兰去做。结果几个月之后，印度就直接傻眼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居然爆发了战争。战争到来之后，乌克兰的所有大型工厂都开始被迫生产军火产品，印度的高铁火车车轮根本无法按时交货，而且乌克兰也不愿意向印度退还先前支付的一大笔定金。就这样，印度人因为自己的贪婪让钱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干不了的事情总得有人干。在对比了一圈国际市场的价格之后，印度只能再次厚着脸皮上门求中国。这一次，印度还生怕中国的厂家不愿意接单，直接将先前的订单价格提高了1倍。中国的厂家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印度人拿着订单在外面转悠了一圈之后，自己居然能够凭空多挣10亿卢比。
不过，印度人一向以精于算计闻名于世。他们之所以愿意在中国厂家的面前低下头，主动提高订单的价格，是因为他们在对比了日本、欧盟等国同类产品的制造价格之后，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最为物美价廉。据悉，这批订单的车轮产品总数为 3.9 万个，中国企业给出的报价也只比乌克兰的承造商高了 1.68%， 而日本和欧盟报出的价格则令印度人大跌眼镜。而且，欧盟制造厂商报出的价格更是直接超过了印度政府对高铁线路的全部投资预算。这还仅仅只是车轮的造价，如果要把整条高铁线路都修完，印度恐怕还得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变，他们在与任何国家做生意的时候，都会事先将收益和成本算得清清楚楚，而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进行投标。不过，有了中国企业制造了火车车轮之后，印度的高铁依然令人担忧不已。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印度高铁的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因为印度的铁路建设是一项牵涉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庞大工程，而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也给印度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印度政府今天在铁路建设方面遇到的种种难题，其实在印度独立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这导致印度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各地政府更是没有将修建高铁的计划放在眼里。在印度独立时，英属印度时期的大量大地主没有及时受到清算，这些人在印度独立之后依然保留了大量属于自己的私人土地，这就给印度政府的建设工程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印度政府想要在某地建设高铁，首先就要花大价钱从大地主的手中批量购进土地，而精于算计的大地主们也往往会坐地起价，开出一个令印度中央政府根本承受不起的价格。久而久之，相关的高铁建设计划也就被搁置了。就算印度政府已经造好了高铁机车，但铁路没修好，高铁就无法运行。所以，当前印度的很多地方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明明中央政府的手中已经握有大量制成的高铁机车，但就是无法建设可以运行这些机车的高铁线路，当地的老百姓也只能够继续选择危险的普通火车出行。另一方面，印度各个土邦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当一条高铁线路要从一个邦接入另一个邦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有时就连印度中央政府也无法调节两个邦之间的矛盾。由于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印度各地的土邦王公们才被强行整合在了一起。这些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土邦王公，大多也成为了现代印度的政治精英。这些人习惯了相互勾心斗角的模式，只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权利。至于国家长远的建设计划，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的印度不仅在高铁建设项目上表现得无比混乱，在各个涉及民生建设的领域，印度的表现都令人忍俊不禁。也许在外界的不少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但它的背后却是无数印度民众真实的痛苦生活。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人们就用实际行动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任何庞大的经济建设项目都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其中存在的巨大变数最终一定会导致工程无法顺利进行。而一旦工程陷入瘫痪的境地，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参与工程的各个建设方以及主导工程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计划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将会因此被搁置。印度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不仅仅是印度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出的一场喜剧，同时也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灾难。高铁建设只不过是印度国家治理闹剧的一个缩影，其背后呈现出的是整个印度的混乱无序。也许在经历了无数的混乱和波折之后，印度人民终究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